在上一个视频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较实际的吸积盘的样子。那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就来看看在黑洞旁边各个效应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，和在考虑了各个效应之后，我们又是如何一步步从这么一张图变到最后的样子的。先来做一点关于黑洞的基础科普。黑洞最简单的理解都是一个引力大到光都无法逃逸的东西。我们平常往天上扔东西，扔出去的时候速度越快，最终就能飞得越高。那假如快到一定程度，就能脱离地球的束缚了。大家知道，除开香港记者，光跑的是最快的。那假如光都无法逃逸，也就没有东西可以逃出去了。这种只进不出的，我们就称之为黑洞。但是必须指出，这只是一个最基础并且不完全正确的解释。实际上事情会复杂很多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牛顿力学里，无论引力多大，我们总可以把一个东西抛起来一点点。而在黑洞世界内部，所有物质都只能单向的向基点坠落。我们从最熟悉的平直空间出发，先就认为黑洞就是个遮光的黑球球，然后忽略所有其他效应，只留下尽量远岸这么一条。那我们看见的大概就会是这样。很讽刺的是，这已经比很多把黑洞当成个洞的科普图要靠谱多了。我们还可以关注一下单个发光体的运动轨迹，大概是这样。看起来蛮正常的，对吧？黑洞对观测最明显的效应之一，就是其对光线的扭曲。光从一点到另一点，实际走过的路径如实线所示，但从我们眼中看来，就好似这个发光体在虚线所指的方向上那样。当然，光还可以走一条稍微诡异一些的路线。同样的，这也对应一个像。更诡异的是，光甚至可以走出这样的，或者这样的，甚至这样的路线。可以说，实际上我们能看到无数个发光体的像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，第3个像和第5个像几乎已经无法分辨了，而且越高阶的像强度也越低，所以我们并不看不太见罢了。假如我们考虑进光线的弯折，并忽略掉尽量远岸这一条，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一幅图像。可以看出，这里吸积盘已经被扭曲了，而且出现了内部的2个环。我们同样关注一下单个发光体的轨迹，这时候已经开始有点诡异了。再下一个问题则是光传播的时间。我们都知道，光虽然很快，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也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我们能看见的其实都是历史。在黑洞旁边，物体运行得很快，所以光传播时所需要的时间是必须要被考虑进去的。现在展示的就是光传播的示意图。可以看到，光在飞行的时候，其实物体也在运行，所以某个时刻看到其实是不同时刻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。加上这一条，我们看一下单个发光体的轨迹，这下就很有意思了。3个像不再共线，而且行为也更加奇怪。由于发光体在不同地方待的时间不同，这也会对我们观测到的图像带来影响。其和之前最明显的差别即右侧更亮而左侧更暗，这是因为右侧的发光体在远离我们，从而我们观察到发光体在右侧待的时间更久所导致的。回到上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说要忽略掉尽量远岸呢？这是因为远近的概念在广义相对论里也很模糊，我们必须去追本溯源，去考虑强度到底是怎么被物体的远近所影响的。大家看这个示意图，蓝色绿色棱锥的底面面积是相同的，然而绿色由于距离发光体更远，其相对于黄色发光体的张角就越小，能接收到的发光体发的光就越弱。这就是尽量远岸的源头。知道了这个原理，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图片中，得到一个更靠谱的结果。相比于之前的结果，最明显的差别是近处吸积盘更亮，而远处更暗，而且内部几个环变得显著更暗淡了。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物体运动所带来的效应。在实际问题里，不仅吸积盘不是静止的，观察者也不是静止的，而物体运动就会带来2个问题：多普勒效应和前灯效应。别看名字高大上，这2效应相信大家平常都有体会。大家肯定听过汽车从你身边跑过，你听到的大概会是唰的声音。一开始汽车向你跑来的时候，声音尖锐，频率更高，而远去时则频率低，这就是多普勒效应。大家坐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，若碰到下雨，也能感受到本来垂直下落的雨滴迎面而来，这就是前灯效应的原理。那我们把这2个效应正确的加上，就能得到这张图。
这两个效应让盘的左侧显著的更亮，而右侧显著的更暗，且左侧更偏蓝，而右侧更偏红。其中单个发光体的轨迹是这样的。而若再是认为观察者也在动的话，就能得到最终的图像了。这里面所有的图都是由 Mathematica 编写、计算、渲染的。在下一个视频中，我将带大家快速的略过代码，来看看 Mathematica 到底有多方便。这是软文了。